各位好，我是 Spike，今天是我们的科技日啊。其实说科技呢，也是借由聊天聊一聊跟科技相关的内容吧。我想了想，今天打算跟大家聊之前我接到的一个商务的合作啊，也是目前来讲唯一的一个，拖了人家挺长时间的。我不知道我的老观众还有没有印象啊？一个这个充电宝型号叫 Mag 20。用了一段时间，那今天呢，也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使用它的一些心得感悟吧。顺带呢，也跟大家再次的聊一聊这个关于电池和充电的问题。那首先呢，我个人是认为，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使用场景啊，家里多一点，上班多一点，还是路上多一点，我觉得你能够备上这么一个充电宝，应该是现代人的一个可以说是必须的备用品。啊，就是说这个东西，你说你没有能怎么样呢？也不能怎么样。但是很多时候，你如果真的没有一个充电宝在家里备着，有些时候就是要么你心里不安，要么呢有点不太方便啊。我不知道各位啊，但是我呢是家里有那么几个充电宝，一直备在那边，从最早的能当台灯的那种啊，是某米的充电宝，然后到后来也陆陆续续的又买了几个。那因为我属于手机的非重度使用者啊，就是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再加上原来我上班的时候，是基本上工作时间是不能用自己的手机的，所以手机的电量这一块儿、待机时间这一块儿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还好。但我为什么又推荐各位去有一个充电宝放在家里？特别是当 iPhone 应该是在12以后吧，就这个快充逐渐的普及了之后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在 iPhone 12之前，我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，就是我睡觉手机充电。但是基本上到 iPhone 13以后，这个习惯就逐渐的被打破，直到现在我用的 iPhone 15 Pro Max， 我已经几乎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充电了。那你说我睡觉的时候手机在干嘛呢？它在陪我睡觉啊，它在我枕头旁边躺着。因为有的时候会听一些节目或者听一些这个音乐去帮助入睡嘛。那睡了也就睡了，这手机不充电也就不充电了。那我为什么胆敢这样做呢？那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在家里带孩子，不至于像上班那么紧急，需要满电出门了。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，哪怕我一晚上没充电，比如说这个手机晚上已经剩20%，其实很少，大部分我睡醒了还是40%-50%这个样子啊。但也有偶尔几次是剩到20%或者10几了。那早上起来我在准备早餐啊，或者就是你一睡醒，发现昨天晚上没充电，手机电量比较少了，对不对？连上一个充电器充着就好了。那当你出门的时候也就充满了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了快充技术，对于大家的设备的使用体验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观。所以之前我发了一个帖子，也是针对一位观众的留言所发的，就说满充满放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蛮害电池的，也蛮害人的。因为电池的寿命被你弄得非常的短，而且非常局促了之后，其实你害的就是自己了嘛。所以现在其实有了快充之后，我就更不推荐大家延续这种满充满放的习惯了啊。那我另外有一位观众在我的那个帖子下面的留言，我就觉得他说的非常好，就是他说他的手机已经200多次的循环次数了，但是手机健康还是100%。他怎么做的呢？就是保证手机的电池电量永远在20和80之间，不会超过80%，也不会低于20%，然后随用随充，用这种方法对于电池的保养是最好的。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各位在家里面能够备一个充电宝就显得更重要一点了啊。一方面呢是很多时候你就比如说，如果是随用随充的话，其实你的手机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充电计划嘛。那很多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要戴着耳，因为我晚上哄孩子睡觉，我肯定是要戴一个有线耳机的。虽然我也很喜欢无线耳机，但是在这种场景下呢，我还是不喜欢用无线耳机。一方面是你用无线耳机戴着睡觉的话，你睡醒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满床找耳机，这个找的人很焦灼。你想刚睡醒觉就
像丢东西一样到处找，这是一个对于这一天当中非常消极的暗示，是吧？所以我不太想用这个无线耳机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无线耳机，我们就说 Apple 自己的 AirPods 系列吧，除了 AirPods 第一代和第二代，就是跟有线耳机长得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最便宜的、最原始的那一代 AirPods， 它的佩戴体验最舒适以外，其他的还没有能超过，就是在佩戴舒适性上面还没有能超过它的。包括最新的 AirPods 第4代也没有能超过第2代的舒适性。所以睡觉其实最重要的可能不是音质，更不是降噪的，而是戴着舒服呀。你不能硌耳朵，我睡不着呀。像那个有线耳机叫 AirPods 啊，就是那个耳朵的意思啊，不是 air， 不是空气的那个意思。然后呢，我带着它基本上戴一晚上睡觉，早上起来也不会觉得耳朵疼或者是很难受。所以这个是我晚上会戴有线耳机的原因。那你想，很多时候就是我发现正好想听一个东西，马上该睡觉了，但是这个手机的没电了。理论上我可以放那边充电我睡觉，但是不行啊，贪心啊，对吧？还是想听点节目或者听点音乐来睡觉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用上这个充电宝了。所以如果你也希望在家里常备一个充电宝的话，如果你还没买或者最近打算买的话，那你要问我的话，我就非常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买这个带有无线充电功能的充电宝。你可以不用这个无线充电的功能，但是如果你带一个的话，因为它对你来讲如果不是刚需，那你就更需要带这个功能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用得到它，给你补一点电量嘛。那万一这个有线口正在有其他的用途，比如说你要去拍照片，接个硬盘，或者像我一样接耳机之类的，你没有办法再去用第二个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所有的我知道的啊，所有的这个无线的充电宝，就是像这样的无线充电，支持无线 MagSafe 无线充电功能的充电宝，它都一定会带有线接口的，否则它怎么给自己充电呀？是吧？那你也可能有一种神奇的产品是无线给自己充电，但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有点没必要吧？所以一定会带这个有线接口的。那这个有这个接口，其实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充电的，就是在无线充电的同时，再在这个上面连一个有线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直接用作有线充电。举个例子，很多时候我出去外拍，然后我可能会带我的 Neo 我的飞机啊，然后我的 Osmo Pocket，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带一个 Insta360， 还有我的手机。那这些设备很多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说就是满电带出去的。那比如说我这个飞机，那可能我是满电带出去的，然后飞完了之后，我到第二个场景的路途当中，我可能就要充个电。很多时候外拍也就是放到书包里面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有线的连接给你的飞机临时补一个电。所以很多时候不管你是外出拍点东西，还是旅行，还是就是放在家里，我觉得任何一个场景当中，这个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配件。所以你但凡想给你的电子产品配一些什么东西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还没有这个，你可以去考量。而且如果你要想考量买充电宝，那我还是非常建议你买带有无线充电功能的。就是它充电方式的多样化，比它的容量多大呀，或者其他的一些参数啊，在我看来要重要的多，因为它是要满足你不同的需求、不同的场合的。它就是一个像应急一样的，你别说应急的时候我缺一个功能没法应，那这个就尴尬了，对吧？当然，如果您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，每天离不开充电宝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我说的这个恰恰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我这种充电宝不是必须，但是你又得有一个的话，那我觉得买带有无线功能的是非常非常推荐的。那我们说回这个无线充电宝如果大家在用无线充电宝的时候呢，特别是像这种，你就是有两种使用方法。这个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个品牌的这个叫 ISTD 这个品牌型号是 MAG20， 你们可以看我之前那个开箱那期节目，对它的品牌有更多的一些介绍。我为什么喜欢它呢？因为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的使用体验类似于 Apple 自己的那个充电宝。大家知道 Apple 自己有一个 MagSafe 充电宝的，大概卖700多块钱那肯定是比这个要贵多了。那我使用下来，其实唯一 Apple 官方的那个充电宝，唯一比它做得好的一点就是它跟 iOS 系统的整合。
就比如说，我可以在 iPhone 的电量小插件上面，我就能够看到充电宝的电量。但目前来讲，这个东西还做不到。但它可以通过它自己的 App 去看。我觉得这个功能上是满足的，但是体验和整合上可能会差一点。我不知道安卓机怎么样，但是 iPhone 上目前来讲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强人所难嘛。一个是在价格放在这边，再有一个呢就是。其实你想整合有些东西也很难，因为 Apple 可能没有开放给你，这有这个可能啊，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就不再去猜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它的优势还是蛮明显的，特别有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优势，比如说它比较轻薄，它不是只是给你拼容量的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iPhone 容量的，就是等同于 iPhone 的容量，因为我是 Pro Max 嘛，大概5000毫安不到，那它正好就是5000毫安。那如果你是小一点的手机的话，其实它会再比你多一点点，没有说动辄上10000毫安，所以它能做得很轻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。那第二个我比较喜欢的是，这个还真的是我了解的品牌里面，除了 Apple 官方，它是第二个做到的，就是周身上下没有任何的按钮。我特别讨厌充电宝上带一个按钮，就是不按不充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傻的功能。大家之前听我这个讲充电宝怎么用的那期节目当中，应该会记得我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充电宝里的电量应该被优先被使用，特别是你在长途旅行，你怕手机没电的过程当中啊。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无感的优先使用充电宝里的电量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按钮，连上去就自动充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。那我觉得这个它跟 Apple 官方的充电宝做的非常像。第二个呢，它非常简洁。其实我蛮不喜欢那充电宝身上带有一堆按钮的，又是 Type A 又是 Type C， 有的时候还有一个 Micro USB， 当然这个现在比较少了啊。它呢其实就有一个简简单单的 Type C 的这样的一个接口，既可以为充电宝充电，又可以往外去给别的设备做有线充电去使用。我觉得这个就够了，一个口多用啊，没有必要再分。然后它也是支持 PD 快充，可以支持 iPhone 所有系列的有线快充。然后它无线充电的功率呢，也达到了目前气2可能达不到气2应该有大概10到15瓦吧，但是它应该是气1，能够达到10瓦不到，我实测下来7到10瓦之间浮动。那我觉得这个呢，已经可以算是无线里面的快充了。那你即使用无线充电，其实你要讲究的就是方便和另外一种方式，而并不是指望它充得快嘛。其实它没有办法跟有线比速度的，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。然后它呢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它卖的贵的原因吧，就是它会把一些比较酷炫的功能去做在它的 App 当中。那这个 app 呢，在我当时第一次配对的时候，我已经录制了当时首次连接 app 的一个视频，所以我把它整合在一起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。所以我就把这个下载下来了，然后我直接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也很界面也非常的简单啊，然后我就让我们来添加第一个设备，点加号。那由于我这个充电宝就在旁边，它是晃一晃就能够开机的有这种感应的。然后找到了这个型号了，我直接点加号只要将手机靠近设备就可以了。这个设备是有查找功能的。好，现在已经添加好了这个设备现在看来是待机没有在充电，81%的电量。如果我点进去的话，也可以看到。好，现在有一个这个固件更新，哇，看来这个更新的版本还可以从18更新到26，是8月29号，刚刚推出的一个更新。那我们可以先更新一下。就是电池发出的哔哔有2声蜂鸣器的声音然后呢，这边会有几个，上面是状态显示嘛，这里是什么？电池保养，达到80%的时候停止充电，以延长内置电池的寿命然后操作提示音，点一下，能够听到摇动播报电量，它摇动能播报电量。好，摇完了之后能发出声音摇完之后我放到麦克风这边，大家可以听一下，对吧？可能根据声音的这个几下能够
感受到这个电量啊。自动关闭无线充电器，寻机摇动灵敏度，低热舒适模式充电结束后自动关闭灯光。如果我点寻机点寻机之后它会叫它会叫，好，不要寻了。那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常用的开关那如果我把它熄上会怎么样？手机正在充电了使用中。能看到实时的充电的功率，这个挺厉害的。因为它这个电池只有2个接口嘛，一个就是无线充电的接口，还有一个是 Type-C 接口，应该是为这个电池本身充电的，所以它就是显示2个状态。这边呢就是无线的状态，写的使用中，现在用8瓦的速度在充电。然后这边 Type-C 接口是待机，这个功率正在往上上10瓦了已经到。这个功率呢，应该跟你手机能够支持的最大功率会有关系的。我不知道，如果跟 iPhone 16配合，会不会更高一点15 Pro Max 应该到10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已经。那我觉得它自己的 App 设计的这些功能还是蛮够用的包括有一些查找的功能。它虽然不支持 Apple 的查找网络，但是它可以在自己的 App 里面发出哔哔哔的这种查找的声音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它是可以跟 Apple 的官方充电宝一样，它是可以同时充放电的。那也就是说呢，我发现这家公司他们官方有卖一种支架，就是把这个充电宝跟一个支架整合在一起，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 iPhone 的无线座充。那当你不需要用它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座充；当你要用它的时候，你直接把它拿走，它就是一个充电宝。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设计理念那你要想这样设计，你就必须设计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同时充放电。所以现在我再打开这个 app， 这是我使用了几天之后发现的一个功能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那这个是它的官方 app， 那我打开之后它是通过蓝牙连接的，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充电宝所有的状态跟所有的功能以及一些设置，它还有一个这个防止充电发热的功能。那我现在把这个充电宝连上之后，你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颜色马上会发生变化，这个主要的这个部分现在在充电了。那现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功率在走了但是他说了，这个无线充电在工作，充电这个瓦数慢慢的在涨，而有线充电呢它是 standby， 就是还没有工作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连接一个 Type-C 的充电器在电池上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那个 Bibo 的声音但是如果听不到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个变化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 input 已经打开了，就是输入已经打开了。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现在这种情况，它的输入的电量是11瓦还在涨大概11瓦左右，然后输出的电量是4瓦到5瓦，这个还不是最高电量因为因为我的 iPhone 现在是几乎接近满电，而且我对它设置了充电限制，就是 80% 还是90%以上就不要再充了，所以它应该达不到最高现在差不多了。你看我现在的充电刚才达到了9瓦10瓦就是给 iPhone 充电的无线充电达到了9瓦10瓦，然后它的有线给自己充达到了13瓦，就是它是可以同时工作的。那我觉得这点就非常好。有些时候你比较应急要出门，你想把你的手机也充满电，你想把你的充电宝也充满电，你就这么一来，然后它就可以2个一起充了。虽然会慢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毕竟有这么一个功能嘛，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设计。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喜欢的，就是它周身因为没有按钮嘛，所以说它是内置了一个重力感应的，所以你可以通过拍它一下或者晃一晃，然后就看到它的电量显示，那个小指示灯就亮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些设计还是蛮用心的。当然你作为用户来讲，你也要为这些设计进行买单。你如果只是想要一块附加电池，别的其他的用户体验的功能你全都不要，你当然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版本
但是如果你觉得希望好玩一点，对我的充电，对我的手机的电池的使用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，然后功能更全一点，体验更好一点，那我觉得这个品牌是我目前用下来真的还是不错的啊，可以跟官方打个平手。因为官方呢有一个最尴尬的就是它为了做得更轻薄一点，它的这个容量太小了，只有 iPhone 容量的80%啊，它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应急的一个工具而已啊，这是我觉得官方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。其他的呢，就是可以跟这个充电宝打平，但是它呢，基本上就跟你的 iPhone 里面内置电池的容量起码只高不低，虽然也差不多吧，但是只高不低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。大家可以看吧，就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，这个品牌可以作为一个你多出来的选择而已啊。重点是我觉得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之后呢，它之前是做行业的，所以说对电池的技术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些沉淀在里面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一期关于我的商务合作的内容。我想到这里就暂时先告一段落。如果大家对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疑问，不局限于这一款呢，那你也可以继续在我的评论区留言。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